是要可怜他还是要笑他啊？他花了200万，然后就学到用节拍器。那你看了我的影片，你也学到，你省了200万哦。他看到那个什么7岁就弹肖邦的小朋友，怎么可能要花这么多时间慢慢练啊？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我才需要这样慢慢练。也许我不该学音乐。我们的影片比较小众，所以比较难有流量带来的业配和广告收入。所以如果希望赞助我们，不论金额的大小都可以捐给我们哦。你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或者是看下方的资讯栏，有玉山银行和 PayPal 的账号，可以方便您使用。谢谢你啦。Hello，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练琴攻略是有关肌肉的部分。每一种乐器的学习，它都包含了一整组的肌肉训练。例如说长笛的话，主要训练的是嘴巴这边嘴型的肌肉。然后如果是打鼓的话，那打鼓手部用的肌肉跟我们弹琴在用的肌肉也不太一样。还有大腿的股四头肌跟股直肌那里也会用到。或者有的人他如果踩大鼓是用小腿的话，那就是不一样的肌肉。每个人踩法不太一样。然后还有如果是唱歌的话，那就是环甲肌或是甲勺肌这附近的肌肉里面也会需要训练。它都是要一点一点的把正确的状况变成自动导航，有点像是我们说的习惯成自然那样子。我们现在用自动导航来说比较方便一点。所以你把这一件一件的肌肉的特殊的动作全部都变成自动导航以后，你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动导航以外的那些需要投注注意力的地方。你也可以参考我的影片注意力蓄水池。所以我们在演奏乐器的时候，初学者跟不是初学者其实是在做同样的4件事情，只是会随着程度不同，所以演奏的难度不同。这4件事情就是第一，你看谱；然后第二是你放松了你的肌肉以后；第三，你要动你正确的指头；然后第4是你耳朵还要听，去检查你演奏出来的有没有正确。我们从一开始拿到谱就同时做这4件事情的话，其实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排一下优先顺序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放松，所以优先要排进自动导航的这件事情就是放松。你要挑一个小段落，然后让你的肌肉可以放松的自动导航的演奏它。举例而言，我现在就想要练这个小节，那我可以挑2到5个音，例如说我就挑4个音，然后把这4个音练正确了以后，那我再往后去多练4个音，然后练正确了以后，我再把这里连起来，就这样子慢慢的扩张。这个是一种慢慢的小段落然后扩张的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是，如果我是这里接过来的时候常常弹错的话，那我就会先把这里练熟，然后往后扩张一个音，往前扩张一个音，然后又练熟了以后，我再继续往前扩张或往后扩张。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。所以一种它是一个一个段落练熟然后接起来，第二种方法它是把一个段落练熟以后前后延伸接起来。如果对练琴实况有兴趣想要看一下的话，可以看右上角资料卡的经验谈第3 KIC 诗琴的准备状况，7分58秒的地方可以陪我一起练琴，然后顺便我就会讲一些练琴的技巧。然后通常我刚刚那样子一个小段落啊，我就会累积10次练习正确，或者是10次，或者是20次，或者是30次，就会看我当天的状况来决定。然后我会拿节拍器来辅助练习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师傅他要教他的小徒弟轻功，然后他就种了一棵小树，跟那个小徒弟说，轻功没有很难，你就是每天都跳过那一棵小树就好了。故事的结果就是小树变成大树，然后徒弟也学会了轻功。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啊，我就自己发明了一个使用节拍器的练琴方法，就是我们的节拍器其实就可以像那一棵小树一样慢慢的提高难度。例如说我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练70，然后70是16分音符的速度哦，那是非常慢的。所以这么慢的状况下，我就可以确定我的肌肉很放松，然后我的心情也很舒缓。
心情舒缓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的心情是紧绷的，你的音色也会是紧绷的。你弹快的时候听起来会很紧绷、很吓人，这样子不太好听。所以我会让自己在很慢的速度里面，心情舒缓，然后肌肉也放松的开始弹。每弹对一次，我就会加1，然后再弹对一次，我再加1，再弹对一次，我再加1。所以当我弹了30次以后，我的速度就已经到100了。那100应该是算还不错的速度，我可能今天就先休息，然后明天再继续练，我从100再继续往上加1加1加1，每弹一次就加1，然后可以加到130、150。这样子我16分音符的音群就可以练起来，而且是在弹得快、肌肉又放松、音色也不紧张的状况，去把我需要演奏的16分音符音群给练起来。取决于我练的乐段，也可以是+2加2加上去，或者是+3加3加3加上去，就是看当天的状况不太一样。当然节拍器是要开出声音的，我刚刚没有开声音啦，要打开哦。然后你一定要开节拍器，请不要觉得就是我自己算就好了嘛。我有听过我学生跟我说他可以用他的心跳算，可是我觉得节拍器既然发明，你就用一下吧。人就是跟机器比起来，还是机器比较精准吧。节拍器的重要我要强调一下，因为你在跟着节拍器的时候，那你才是肌肉在精确的时间点里面做到了它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你的大脑也是练习到了要抓那个精准的时间做下去，所以节拍器一定要开才能说是正确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开了节拍器，有的时候会练起来比较痛苦，可是它很常能够帮你事半功倍的练习，所以要提高练琴效率，减低练习时间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善用节拍器。再讲一个我有听过的，就是有人他就是不用节拍器，所以呢，老师叫他开节拍器，他就开了节拍器，然后测时间，测大概2分30秒，他会弹完吧。他就第一拍对到，然后中间全部都没有对到，只要求自己在2分30秒正确的时间结束。这个就开码表就好了，就不用开节拍器啦。何必听老师的话听成这样啊？就是然后这种节拍器的训练啊，它跟我们平常读书考试训练到大脑的状况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会说学音乐它有训练到大脑，因为大脑它处在一种平常都不会进入的模式，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要对准时间精准做下去的。然后讲一下使用节拍器常见的状况，第一个状况是对不上，这个状况的解决方法就是你不要手直接去对节拍器的声音，你要先念出来，对到节拍器以后，你的手再跟着嘴巴，这样子你就会对得上了。这个的原理是你光听节拍器，你没有办法想象大概是什么样子、什么速度，所以当你念出来以后，表示你的大脑已经可以想象得出来，然后你的手再跟着操作就会做得出来。这个是第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再来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练好了，照着节拍器练了，可是一整串弹起来就还是会错。这个状况我们就要提高练习的难度。当你难度提高不会出错了以后，那难度降低或者是连起来的时候就会更安稳。提高难度的方法就是要练附点跟反复点跟3连音，让你的手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里面把时间控制得精准。我大约在10年前啊，有听过一个他是在台湾没有读过科班，然后花了200万去美国学了流行乐的一位乐手，他回来以后跟我分享说，他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用节拍器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是有点夸饰法吧，因为我会觉得是要可怜他还是要笑他啊？他花了200万，然后就学到用节拍器。那你看了我的影片，你也学到，你省了200万哦。还有常见的状况3，成人的新手常见的错误是段落抓得太长了，所以音就算对，因为那个是可检查的，
但是他没有放松，他没有感觉，因为那个是学生通常本人检查不太出来的事情，这个是还蛮常见的错误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猜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会认为弹得顺、弹得快、练得快比放松重要，所以他就降低了对肌肉紧绷这件事情的警觉性。那这个错误的根源，我猜的，但我不确定，有可能是他很难相信训练放松竟然这么重要，然后训练过程竟然这么的花时间。就是他想说，刚刚老师示范给他看，或者是他看到那个什么7岁就弹肖邦的小朋友，怎么可能要花这么多时间慢慢练啊？也有可能是觉得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我才需要这样慢慢练。也许我不该学音乐，就是有各种想法，导致于忽略了放松很重要，还有慢慢的练很重要的这件事。其实只是因为这些大人还没有经过我们所经过的那些慢慢练的过程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意外，没有体会过。可是让我引用一句音乐天才莫扎特讲的话，他说：“我每天花8小时练琴，人们却用天才2字埋没我的努力。”其实这也是成人学琴最困难的地方，就是成人们会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，比较难会相信我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事情。演奏的能力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，所以建议我们在定策略的时候，观察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执行起来会容易的。还有第二点是，也观察自己进步的速度。每一个人他的强项弱项不太一样，如果你练这个的时候进步的比较快，练那个的时候进步比较慢的话，那你就会知道大概自己的优势劣势，还有练不同的东西所需要的时间量，这样子也容易会鼓励自己。第三点，我也鼓励大家尽量用这种量化的数据型的资料来帮助自己进步，不要去凭感觉看低自己或看高了自己，这样子都是练琴比较不健康的方法。好啦，今天分享了我遇到比较高几率的肌肉问题和解决方法，下次要讲一些是演奏的时候让肌肉放松的方法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影片没有提到的，也欢迎留言。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。祝大家都学得正确，弹得开心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